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。你告诉我，你对得起你平日所学的吗？可圣人也说了呀，食色性也，吃东西就是人的天性啊。巧舌如簧，圣人岂有你这个意思？谁教你的？母亲。胡说！你母亲怎么会扭曲圣人的言语？母亲。侯爷，怎么又生气了？我没生气。赵先生在书里一直等着他上课，他却在此地胡闹。侯爷，钟哥年纪还小，他贪玩也是正常的，这样的小孩才机灵嘛。3日的功课，他逃了2日半，这也叫机灵？哎，赵先生都气得要走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侯爷，不如让玉哥和钟哥一同读书。一来呢，玉哥比钟哥年长，也能给他做个表率；二来，教玉哥的孔先生家母染疾，情思已久，也不能让他功课耽误太多呀。他们兄弟2人一同念书，也好有个照应。玉哥，你可愿意和弟弟一同读书？孩儿愿意，孩儿一定用功，并且督促弟弟好好学习。起来吧，以后你们俩就一同读书，我会知会你姨娘。是父亲。嘿嘿。你们如此决定，我不同意。玉哥的功课虽说耽误不得，但2人身份有别，应当分开教养，方能各有所得。否则嫡庶不分，将来会惹出不少麻烦的。你们想想，多少名门望族闹到最后兄弟阋墙，闹到家道败落，你们当引以为戒啊！母亲，曹操当年重职轻批，才有了之后的7步诗。若他当时能够一视同仁，那曹植和曹丕定能明白血浓于水，手足情深的道理。若他们戮力同心，那只怕曹魏会更加兴旺。我能明白，因为你是庶女出身，所以觉得应该一视同仁。可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自有其道理所在，没那么简单。母亲说得对，也正因为我有过这些经历，所以我也深深地明白，这兄弟姐妹之间的纷争，它并非是地位和身份的悬殊，而是缺乏情感交流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错了，还是老规矩错了？母亲，其实这是我的意思。钟哥贪玩懒散，玉哥呢勤奋好学。若是他们2个能一起念书，那也可以给钟哥一个好的榜样，对钟哥是有利无害的。既然你们都已经商量好了，那以后这事我就不管了。母亲，您是咱们徐家的定海神针呐！是啊，母亲，家中的孩子都是您看着长大的，我还有好多都还不懂，还得向您学习呢。十姨娘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现在已经用不着我这个老夫人在那儿指手画脚了。我也是班门弄斧，您老人家吃的盐比我们吃的饭都多，怎能跟您比呢？好吧，赶紧动筷子吧。你们俩在那儿一唱一和的，比我看的戏还要有意思呢。玉哥温和宽厚，颇有几分世子风范。
倒也适合走科举之路。侯爷常年征战在外，对孩子们都不够了解。现在回京当差，有空呢就多跟他们聊聊，只怕会发现更多。玉哥年龄不小了，和尊哥一起念书总不是长久之计。我想等明年开春之后，送他到乐山的锦溪书院。明年？玉哥才10岁，就去这么远的地方读书啊？玉不琢不成器，更何况锦溪书院的江先生的学识、人品，都是备受士子学人们推崇的。男儿志在四方，到那里去见识见识，眼光、胸襟都会开阔一些，对他日后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侯爷说的也有道理。其实我还有其他的考虑。什么考虑啊？文家常年在沿海经商，生意上难免和欧家有些关联。为娘自嫁进徐家以来也不甚安分，这让我一时也理不清头绪。侯爷仍然怀疑文姨娘是欧家内应？虽不能确定，但也不能说她毫无嫌疑。所以侯爷是想要把玉哥送走，怕他被人利用了。姨娘，玉哥真是争气，虽说是陪尊哥去读书的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咱们玉哥可比尊哥上进多了。可不是嘛，要不是我们家玉哥啊这么争气，侯爷能重视他吗？咱们玉哥哪点都不比人差，早该如此了。我要趁着侯爷现在这么重视玉哥，好好帮他找一个名门望族的媳妇儿，这样才能稳固他的地位。那姨娘不如去问问二夫人，她出身名门，人脉宽广，最主要的是她心疼咱们玉哥，肯定愿意帮忙的。此言有理，这事要趁早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。玉哥，你对你的前程有何打算？老师曾教导过，好男儿当行天下路，观世间景，读万卷书。孩儿愚钝，不能像父亲那样驰骋沙场，建功立业。但孩儿想走一条自己的路，我想好好读书，考个功名，将来为徐家光耀门楣。好，有志气。那为父若将你送到四川乐山锦溪书院，你可愿意？怎么了？不愿意？并非如此，锦溪书院的江先生是状元出身，也是由日入学，他的学问、人品、见识都非常人所及，孩儿早已心仪许久。好，你有此志，为父深感欣慰。那你到了书院之后，一定要勤学苦练，不可有半点的松懈。孩儿定不负父亲期望。